我打算花上2年的时间，把我的有机菜园升级改造成为生态果园。我前一阵子买了一些果树，这2棵是亚洲梨树，这一棵是蟠桃树，这是一棵桑葚树，这一棵是前几天已经种下去的柿子树。菜园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树，这一棵是去年裸根种植的桃树，是那种水蜜桃。这一棵是今年春天种下去的，也是一棵裸根的水蜜桃。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树，比如说苹果树啊、梨树啊。我在网上还买了裸根的枣树，还有柿子树，是明年春天才寄到的，到时候可以种下更多的树。我其实是很早就开始种果树了，大概是2015年吧，就是和我开辟菜园是同一时间。但是种菜是比较有热情，种的也比较认真。种果树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一直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对待，所以其实这些年是积累了很多种果树的失败经验的。有时间的话，我把这些失败的经验教训都列出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不过积累了很多失败的经验之后，发现慢慢的也开始对种果树有一定的思路了。最近计划把我们的菜园按照可再生农业的模式给它发展下去，也想打造出一个食物森林，所以发展生态果园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的话，有果树，有灌木，有家禽，也有各种各样的蔬菜，这样就完美了。可能将来有时间有机会，我再打造一个小的水塘，这样的话，整个菜园的生态系统就完全的建立起来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第一步还是先把果树都给它种出来，因为果树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起码要2-3年才能长起来。即便是我买的果树的树苗都比较大，我其实之前也积累了挺多种树的经验，今天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移栽果树。我主要是分享一下用泥浆法种树，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种方式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是不是适合大家。种树的第一步就是挖树坑。挖树坑其实还是挺累的，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山地来说，挖一个树坑要费好大的功夫。看看，这是我前几天挖好的，挖完之后刚好赶上下雨，结果下雨之后里边积了好多的水。其实我还没有彻底的给它挖完，应该是下边再稍微挖下去一点，结果灌上水了。我这等了几天了，水还没有渗下去。看看这种黄泥土，里边还好多的石头。我这种地就是表层的土还可以，所以种菜来说，因为用的土比较浅，还凑合。但是即便是种菜，我也是花了好多的钱，买了很多的堆肥土来改造菜园。但是对于种树来说呢，挖的土要比较深一些，所以看看挖下去之后就都是这种黄泥土和石块了。我已经把里边大概1小推车的土给它推走了，这样的话我后边可以再推回1车堆肥土，给它混到这些黄泥土里边。这些是产下来的草皮土，这些土还是可以的，挺好的。但是因为上边是有草皮的，所以也不能直接用。我是一般会把它填到坑的最底部，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分解掉了。因为树根要想长到深处，还需要好长的时间。等它长到的时候，这些草皮早就分解彻底了。这个坑的直径是4英尺，深度预计是挖2英尺，但是因为还没有挖到预定的深度，所以我等水稍微干一下的时候，还得再挖一挖，然后再把树种下去。树坑给它挖大点还是挺有好处的，尤其是对这些土质不太好的地。这边是我刚刚挖的另一个树坑，这个坑我挖的更大一些。这个坑的直径已经超过4英尺了，深度也是基本上也超过2英尺了。主要就是我的土太差了，我想把这些土都给它挖一挖，这样的话挖松了之后，即便是不换掉，给它回填回去，这样的话整个土质也能疏松一下。旁边的这一车就是我打算要换掉的，这一车我是要给它推走，然后再推回1车堆肥土和这些原来的土混合起来。看一看，挖出来的土都堆出了一个小山包了。这边还有一些也是挖出的土，这边是挖出来的草皮。其实呢，也是可以雇一些人来挖这样的树坑，因为挖树坑实在是太累了。但是这2年劳动力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涨价太高了，所以还是趁着年轻力壮，还是自己花点时间给它挖出来吧。我是基本上挖出这样一个坑，需要下班之后可能在菜园里边稍微干一点其他的活，比如说浇浇水呀，或者是摘一点菜呀，就得马上过来挖坑，然后基本上就要挖到天黑了，也就能挖出这么一个坑来。像我这样以黄土还有石块为主的山地，我主要就得靠这样的工具来挖坑了，主要得一点一点的给它刨下来，然后再用铁锹把土给铲出来。
所以说种棵树呢还是挺辛苦的，要种这么多树，挖那么多坑，想想还是压力挺大的。感觉现在就是靠着可再生农业还有生态果园这样美好的愿景来支撑着每一天的劳作了。看看现在干活多了，手已经磨出很多的老茧了。替换下来这些黄泥土，刚好用来垫一垫这种斜坡。一车堆肥土推过来了，接着是把土回填。我先把这些草皮土给它回填到最深的地方，然后是把这些黄泥土给它填回几部分。这边也是。坑挖的太大了，往回填土也不容易。这里边还有好多的石头，只能是尽量把大一点的挑出去了。看看这些大石头，这回填回去的土呢，也有一部分是比较好的，这些就是上层的这些黑土。就是尽量把这些好一点的土跟黄土混合一下。回填的差不多了，稍微混进一点堆肥土。继续回填剩下的土，把坑给填满。把这些黄泥土也给它回填到边上。现在虽然看起来土是满了，但是这些土还远远没有回填回来。这些如果一下雨或者踩一踩，就会渗下去的。这边这一堆土基本上都回填回去了，那边还剩一点，待会儿慢慢再填。接着把剩下的堆肥土也给它混过去。我是把土回填之后，再重新挖出了一个新的树坑。挖好的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到时候把树苗拿过来，用盆来比一比，看看深度是不是合适，再调整就可以了。现在天是越来越短了，不知不觉已经黑了，有点看不清楚了。我明天下班再继续干吧。我把果树给搬过来了，比一下坑的大小。因为我现在坑周围的这些土已经是高出地面不少了，所以我的盆目前是和外边的土的边缘是平行的，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等下我种下去之后，然后浇完水之后，把树再稍微往起提一提，这样的话就尽量让树的根长在地面上的部分多一点。按照它这种树种植的要求，它是说种树的时候要把花盆上部的大概1/8的位置是在地平线以上的，然后剩下的部分是在地底下。但是实际过程中，按我以前的经验，如果是这样种的话，最后它土会沉积，沉下去之后，那它这个树根可能就被埋在土里了，那样就不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地平线这种方式种的话，那我建议你种的时候可能给它上部留出1/3吧，这样的话它慢慢会沉降。等你浇完水或者是脚踩了之后，它会沉下去一部分，那个时候尺寸可能刚好是留在上面的有1/8。不过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让树的根部在地面上边的部分多一些，就像我这样，把地面的上边造出一个人为的鼓起来的部分，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当地平线，然后我们种树的时候就还是按照露在上边1/8的原则种在这个里边，然后等到浇完水之后，我们可能如果它沉下去之后，我们再把它往上提一提，这其实也是灌浆法的一个精髓所在了。我们可以靠泥浆把它根埋起来、包起来，然后往上提一提，保证有1/8还是露在外边的。我们先把树根给它拿出来，其实可以用剪刀把这个花盆给剪坏，这样的树根就比较容易拿出来了。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少了一个这种一次性的花盆了。所以我一般是大概就是把它拍打一下，然后把底部也使劲的拍打一下，这样的话慢慢的就可以把这棵树整个根儿拿出来了。还不是特别的好拿，要费点劲儿。好，行了，出来了。
来看看这个根系长得还可以，也没有那种卷在里边的大根。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土坨给它抖一下，抖开。因为实际上它埋的根儿的都不是土坨，都是这种碎木，所以我们能尽量可能的把它多的抖下去，就多抖一些，这样到时候种完之后有利于根的生长。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实践，就是拿剪刀给它这样顺着根树的方向稍微的剪一剪，这样的话能让里边的根部更疏松一些，也能够有效的促进新根的生长。一个人种树没有人扶着，所以我先把周围的土给它扒掉一些，这样的话能让树在坑里边稳定的竖立在这儿。刚才没有注意看这支组的方向，我还得把它稍微的移动一下位置。行，我接着再给它埋回去，稍微的踩一踩。现在整体上看，树栽的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不着急，我们先给它浇上点水，然后我们用手在里边搅和一下，搅和出很多的泥浆来。然后咱们可以把树稍微的往起提一提，拔出来一些，这样的话，这些搅出来的泥浆就会灌到根部了。接着继续埋土，然后是继续的浇水。多浇一点水，还是给浇出泥浆来，还是像刚才那样和泥巴。这土里面还有一些草根，给它扔出去。接下来就再把根往出拔一拔。我们可以一边拔一边把泥浆往根部灌，然后手如果能摸到根部的话，尽量把根往旁边横向捋一捋。这样的话，它就不至于扎在一堆长在一起了。我们继续的再给它弄一轮，再弄一轮就差不多了。灌浆大法，再给它来上一回。这样给它做上3、4轮之后，泥土就会在根部裹得严严实实的。根部和根部之间就不会有空气的那种空隙了，这样的话对根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是要用手使劲的往下压一压，这样的话水才能灌到根部。我在最后一次把根儿给它往上提一提，哇，这次比较紧实了，都有点弄不动了。差不多就比较一下，让根部跟这个边缘平行，或者是稍微高出一点点。差不多平行就可以了。哎呀，我去洗洗手，最后再埋点土。最后是调整一下树的直立状态，要保证它东西南北下都是直上直下，是直着往上的，不要种歪了。然后才可以把边上树根的周围再给它踩一踩。得从远处看一看，看看它在各个方向是不是都是直立的。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最后再给它浇上一次水。这样泥浆法种树的主要过程就完成了。刚才种树的时候，我们给它调整方向，主要就是为了我想保留的这2个侧枝，回头拉开之后是沿着行间距的方向延展的。然后这边这条枝也可以拉下来，让它向阳生长。到时候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它短截一下。现在是到了倒数的第2步了，给它铺上碎木护根。盖碎木护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根部的周围我们盖上大概1英寸就行了，也不能盖得太多。周围的地方就可以多盖一些，这样的话能够防杂草保湿。这次是真的到了种树的最后一步了，我找来这样一个木桩，其实我这也不是木头的，但是起到木桩一样的作用，把它插进土里边。这样的话，我们能把这棵梨树跟这个木桩固定在一起。
行了，这样给它稍微的固定一下，以免到时候刮大风的时候，让这棵树晃来晃去的，影响它扎根和生长。绳子绑在树的这一端，不要绑得太紧，以免把树给勒坏了。明年大概是半年或者是10个月、1年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开了。其实像这样的桩子，如果我们这边再给它插上一根，然后把树的这边也给它固定上，这样的话更稳定，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像这种树，我们种好之后，在未来的1年左右的时间，都要保证每周2次的浇水。当然是指的是在它有叶子生长的时期，冬天就不需要了。浇水的话，如果是有水龙头或者是水管可以拉到这个地方，那就可以用水管一直开着，这样放水，大概放个1到2分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每次浇上1到3加仑的水。当然是如果没有水龙头的话，那就只能拿桶来浇了。用桶的话，我一般就是拎上1桶，大概就是5加仑的水，然后浇的时候就是大概按照它的滴水线的位置，沿着这个一圈慢慢的给它浇下去，也是每周保证浇2次的水。有朋友可能还会有疑问，你种下的树最后也没有给它施肥呀？一般情况下，这种新栽的树都不需要着急给它施肥。像我这种有根儿、有叶子、长得很好，而且是中大型的这种树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施一些肥，但一般选择在大概3、4周之后吧，给它施一些肥，也是沿着滴水线的位置，最好是施有机肥，比如说鸡粪肥这些，大概是不超过0.5磅就可以了。如果是春天种的那种裸根的树，基本上你种下之后不需要施肥，1个月也不需要施肥，大概就是要等到半年以上吧，可能半年到1年的时间，根据情况给它施一点有机肥就可以了。我们施肥主要就在第2年的春天进行。关于施肥，这么多年我是有非常惨痛而又深刻的经验教训的，所以我对肥的理解和认识可能要更深刻一些吧，都是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施肥管理的整个过程，以及我曾经种树踩过的所有的坑。